清月，雨儿她寒毒发作了，伤得很重。从小到大，她每次灵脉受损，我都在她身边，不然我真的放心不下。你放心不下她，那我们的节气大典呢？宋明朗，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今日午时的节气大典，你到底能不能赶回来？清月，我现在在幻音房，就算御剑赶快去传送阵，也要3个时辰，根本来不及了。来不及。要不，我们将节气大典推迟1日，就推迟1日好不好？推迟大典？宋明朗，你走火入魔了吧？我这也是没办法。现在九州各派的宾客要么已经到了，要么就在驾驭灵舟赶来洪圣仙宗的路上了。你现在跟我说推迟大典，凭什么？清月，推迟大典，凭什么？就凭你宋明朗够薄情寡义，还是凭张宇那朵伪善白莲够会装？李清月，我和雨儿之间清清白白，你别这般心胸狭隘。心胸狭隘？我看你和张宇就该原地成亲，又何必祸害我这许多年？李清月，我理解你拈酸吃醋说气话，但是我说了，我只是赶不回去。如果你不想失去我，那你就推迟大典。对，错的人是我咎由自取。但是从今往后，绝不会了。清月，怎么了？宋明朗为了张宇要推迟大典。宋明朗那狗东西，清月，他竟敢这么对你！罢了，这亲不结也罢。清月，娘心疼你，等会儿让你爹好好同你爷爷说说，咱们凌云宗丢得起这人。娘，谁说我不成亲了？啊！新郎都跑去陪那朵伪善白莲了，你跟谁结啊？你要给莫离传心，他可是咱们凌云宗的百年死对头啊！李清月，你要是肯与我结为道侣，该有多好！咱们两宗也不用再做死对头了，强强联合，岂不快哉？今日我可以舍弃儿女情长，但绝不能丢了凌云宗的颜面。这亲我必须结。对，是我穆阁主，我今日节气大典缺个道侣，你要来凑个局吗？果然，李清月，你走火入魔了不成？开什么玩笑？你若不愿意，那便罢了。我愿意。答应了。我答应。但是，先说好，我不当你的挡箭牌。我木离节气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道侣，至少能躺在我的榻上，让我感觉到有血有肉，有温度，你懂吗？成交。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午时之前到洪圣仙宗大殿当你的新郎，还有我们需要一间喜房。好，此事交给我，保证让你满意。木离，清月，是那个你常挂在嘴边，为了抢夺灵脉与咱们凌云宗斗了100年的死对头苍穹阁的木离吗？正是。可是那怎么行？他不是死对头吗？他会不会趁火打劫？会不会暗算你啊？有什么不行的？伯母，我觉得极好啊。木离是谁？苍穹阁阁主，修仙界顶级大能，灵石多的能堆成山。我觉得他比宋明朗那个朝三暮四的伪君子强了100倍，简直是境界碾压。行啊，姐妹，这回眼光一定准。木离甩宋明朗10万8千里。我和木离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只要节气大典能继续就行。我绝不会因为宋明朗沦为笑柄，更不能让凌云宗颜面扫地。清月啊，明朗那是实在脱不开身。听娘一句话，把大典推迟到明日。不可能，大典绝不延期。你这孩子怎么这般不懂事？不体贴夫君也就算了，还在这闹脾气说毒气的话。我没开玩笑。哼，我告诉你，你要是执意不推迟，到时候没道侣，当众丢人的可是你李清月和你们凌云宗。我们清虚门宋家今日是绝不会出席的。那最好。你想要进我们宋家的门，这好强争胜的性子是该学着服软改一改了。进宋家的门，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我爹娘心疼我，嫌宋鹏忙那破洞府灵气稀薄，特意在主峰旁辟了这座顶级仙府做喜房，打算节气后就划到我们名下。当时宋家接的那叫一个顺手，现在都装起清高来了。砸了那些流影，心里倒是清静多了。少宗主，妆补好了，已经40了。清月，宋家那边肯定不会派迎亲队伍过来了，咱们怎么去洪圣仙宗？我知道，虽然临时请了木离来凑局，但今日的戏恐怕还得我独自演下去。无论再难，今日我也要从凌云宗大门风风光光的走出去。行，没有迎亲队伍，咱们凌云宗自己的灵舟也一样能开出气势。
清月，你快看！少宗主，苍元仙尊来了！我的天哪，山门外的迎亲仙娘一眼望不到头。老二，你愣着干什么？新姑爷上门了，快，咱们得去大殿迎接啊！不是说清虚门那个怎么变木离了？管他是谁，木离是什么身份？咱家大哥这回是捡着宝了，快走！他居然搞了这么大的阵仗，快帮我穿吕！燕儿，这木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排场，宋光芒的伪分子，就算存10辈子的灵石也凑不齐。亲家母，我家阿离成天在我耳边念叨，说我这新媳生的如花似玉，我就想，那亲家母一定是个大美人。现在一瞧，您果然是花容月貌啊！您过奖了。啊！清月，哎呦，我儿媳妇下凡了。伯母，您好。嗨，喊错了，该喊娘了。娘，您高兴归高兴，别太生猛，吓到我夫人了。木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相识7载，我比谁都清楚，这个男人就是一头漂亮且凶悍的灵豹，轻易招惹不得。我节气啊！我传音里不是让你直接去洪圣仙宗吗？你带你父母来我凌云宗干什么？去啊，接上我的道侣就去大殿啊！没有从女方仙府出门的新郎，那算哪门子迎亲？怎么，动怒了？木离，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这只是个过场。喂，李清月，我之前说过了，节气我没问题，但是我拒绝当你的挡箭牌。好，我知道了，你考虑的确实比我周全。木离，我挺纳闷的，短短1个时辰，你不仅通知了你爹娘，还调了这么多顶级仙念过来，你怎么来得及搞这么多事儿？李清月，与你相比，这有何难？什么？你把话说明白，什么叫与我相比？没什么，夫人，吉时将至，再晚时辰就有一些赶了。你确定还要在这儿跟我复盘我的办事效率？夫人，这家伙入戏也太快了，叫谁夫人呢？出门吧。我们这里节气的习俗，出娘家门的新娘子要由新郎抱着上仙娘。在今日之前，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这般抱我出门的男人竟然是木离。这个家伙在我的印象里，那就是毒蛇本毒。如果凭一张破嘴能把人说死，我估计都死在他手里几百遍了。清月师妹，失恋后都累了，这灵泉壶不是重吗？我替你拿着。木离，我只是帮把手。李清月，你是不是灵脉断了？这回拎得动了吗？那一刻起，我的甜甜初恋就死在了摇篮里。从此我看他100个不顺眼，他也时不时的气我。结业原以为彻底说拜拜，没想到这家伙不仅是九州商道的大能，还是我最恨的竞争对手，经常抢灵脉，抢到我恨不得给他套麻袋捶一顿。可现在，这个让我牙痒痒的家伙，却成了唯一能解我困局的人。李掌门，盯着我看了半炷香了，还没看够。这孽缘啊，还挺神奇。咦，这西凉关不对吧？原定的道侣不是清虚门那个传功长老宋明朗吗？这人是谁啊？你们没发现宋家的人一个都没来？气度可比宋明朗强太多了，简直宗师境界碾压啊！李掌门这是临时换道侣了，太刺激！这种场面还是得我自己来收场。木离，你干什么？诸位仙友，我叫木离，是李清瑞的夫君。就说嘛，今日多谢诸位能来观礼我2人的节气大典，感谢各位见证我们历经重重波折，终于拨开云雾见月明的天定姻缘。木离，拨开云雾见月明，你这张嘴是真敢编啊！咱俩什么时候苦练7载了？李掌门，既然你要这场大典圆满，这戏本子就得写得漂亮点。你连赞礼官都买通了，
这家伙念的祝词，我怎么一句都没听过？那只能说明他道心不稳，不堪一击。现在请2位新人交换定情信物。行啊，穆阁主，你这八面玲珑的本事我服了。这尴尬的一关算你混过去了。这不仅是命契，更是大到永恒的承诺。交换定情信物。坏了，木离，我这只有原先准备的那对灵剑，不管尺寸合不合，你今日都得硬往手上套了，别露馅儿。你就这么打算拿别人挑剩下的破铜烂铁应付？木离，这不是我准备的那个锦盒，你把我原先那对灵剑弄哪儿去了？李清月，你确定要在这种时候拿那个废物留下的破铜烂铁戴在我手上？可我没准备别的。所以我替你准备了。现在，请新郎开启这份象征大道永恒的珍贵信物。你走火入魔了，这灵界得耗费多少极品灵石？李清月，你只管受着。哇！你们快看那灵剑，至少是万年级，我这就要灵髓吧！这手笔也太恐怖了！大旁人，这才是真正的顶级仙门大典好吗？这般神仙眷侣的姻缘，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身为藤田有富可穷酸长老，强了何止10倍，笑死我了！我也看到是在场，看到这枚灵剑，估计得当场淋漓逆流气吐血吧。他攒一辈子俸禄也买不起这一个解脱啊！这幻道侣的内情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这出横刀夺爱大有玄机呢。嗨，管他呢！这种反杀伪君子的戏码多爽啊！好好看这对神仙眷侣秀恩爱吧。木离，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灵剑尺寸怎么可能分毫不差？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了？李掌门，九州商道如战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的尺寸，我3载前就背熟了。诸位仙友，信物已定终身，现在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时刻，请新郎给新娘落下结契之印，也就是最热烈的双修之吻，大家期待吗？没听清，请大声点儿，七吧！喂，木离，别当真，意思意思，碰下脸颊就行了。李清月，我说过，我不当你的挡箭牌。清月啊，这新姑也不错，但这喜房还是原先宋明朗那座仙府吗？哎呦，苍渊仙尊这么大身份，能住宋家那种寒酸洞府。清月，我们也想去开开眼，看看你们的新喜房布置的怎么样啊？二叔二婶，今日大家也乏了，喜房还没来得及布阵收拾，要不改日？大家客气了。既然长辈们有兴致，那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迎亲仙年一同前往吧。木离，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当众丢脸？待会儿要是穿帮了，那些亲戚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别担心，有我在。别担心，你说的轻巧。这仙府是我爹娘买的，原本是打算给他住的，现在空空如也，连个蒲团都没有，你拿什么给他们看？这是我家那座仙府。哇，这手笔，这全场布置就写着6个字：灵石豪横浪漫啊！李清月，布置这里的阵法师前一席才刚撤走。你到底是调了多少人过来？能用灵石解决的问题，在我这儿都不是问题。走吧，去看看我们的喜房。木离，你疯了吧？那是什么？这画卷哪来的？我什么时候跟你留过这种影？木离，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明明是我和宋明朗之前留影的画面，你怎么会有原版留影珠？你竟然找高阶画修强行把你的脸画上去了！李掌门，在九州商道，只要是灵石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灵石旧场界的颠板，除了你，我也真想不出第二个人了。你确定这不是早有预谋？我说过了，我只是花了点灵石，有钱能鬼推磨，这道理你不信？这邪劲儿，我现在真的信了。木离，我还是想不通，那刘影珠的原版画面，你到底是怎么拿到的？李清月，你真的想知道？你说什么？宋明朗亲手给你的？这不可能！他为什么要给你？他走火入魔了吗？把自己未婚妻的刘影珠原桃亲手送给死对头？李清月，九州商道上你不是挺聪明的吗？你猜？哼，不说就算。木离，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种时候还想看我笑话。木离，那个
我想今晚能不能先让我一个人歇歇？你是说，洁癖第一晚，李掌门就要跟我分居？我承认不先入过一踏过，但是现在我真的还没准备好，可以吗？李清月，你这招以退为进用的还真是炉火纯青。3日，这是我最后的底线。木离，3日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或者你今晚直接回你苍穹阁的洞府歇歇？不能！李清月，我警告你，别想着过河拆桥。今日这大典要是没我，你现在指不定在哪个角落里哭呢。做人得有点良心吧你！什么嘛，木离这家伙原来也没我想象中那么难应对，只要撒个娇示个弱，这头灵豹不还是顺着毛走了？木离，你干嘛？歇歇，看不出来吗？我刚才不是说了我想自己歇息吗？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李清月，你睁大眼看看，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榻上歇息的吗？难不成这罗汉床上还躺了第二个我？我这叫履行契约，3日我只答应不上你的喜榻，可没答应让你把我赶出这间净眼。晚安，夫人。木离，木阁主，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歇在这间净室，你去偏殿睡。李清月，你休想！你李清月好强，你要颜面我就不要颜面了吗？我临时给你当道侣救场，阁里上下已经够难交代的了。我爹娘甚至我苍穹阁全宗那是好不容易才选择信我，全程陪着咱们演这场戏。结果节期第一晚你让我去睡偏殿，万一明日一早被侍女或者我爹娘知道了，你让我怎么说？说我木离洞房花烛夜被死对头扫地出门了？可是就3日，我真的需要静一静。居然还敢传音过来！宋明老，清月，歇息了吗？欢迎房这边的客栈灵气稀薄，月儿刚睡下。我知道你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别闹了。明早我乘第1班传送阵回去陪你。乘第1班传送阵回来？宋明朗，你是不是觉得你陪完别的女修回来，只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2句话，我就该感恩戴德？清月，我已经到阵法阁准备传送了，1个时辰后你驾灵舟来接我吧。接你？宋明朗，你是不是神识受损失忆了？还是你觉得我失忆了？清月，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在那个时候抛下你，我正是向你赔罪，行吗？我还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灵宝，咱们见面再说。宋明朗，你给我听清楚了，今日我已经结气了。乖，清月你就别置气了，这场戏演的有点过了。我和我们清虚门的人都没出现，你一个人对着空气结气吗？是，你和你家的人确实都没有出现，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乎。穆阁主，这场戏交给你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放心，我最擅长清理秽物。李清瑜，你哑巴了！你要是敢……说什么？木离，你是木离！哎，叫一声就行了，我又不是你老的，用不着这么大声表孝心。谁是你夫人？李清月是我未婚妻。木离，你个卑鄙小人！你怎么拿着清月的传音玉简？你为什么会在她的净室里？宋明朗，听清楚了，我夫人自然是李清月。木离，你放肆！清月怎会与你结契？木离，我真的有一种灵力耗尽、身心俱疲的感觉。我以为我会神识难安一整夜，可我现在脑子清醒的想吐。那就闭嘴休息。糟了，居然已经4时了。李掌门，大清早的拆仙府呢？按照咱们修仙界的规矩，节气次日要归宁，我得回凌云宗，我爹娘肯定都在等了。木离，我昨日走得急，乾坤袋里带过来的只有一套换洗法衣，我现在拿什么出门归宁啊？这可如何是好？换洗法衣都没带，罢了，施个净尘诀，将就吧。木离，这竟然是给我准备的，从里到外，连尺寸都分毫不差。木离，你这几载的死对头人设是不是演得有点太用力了？除了毒舌和狂傲，你居然还有这般细心的一面。醒了，李掌门穿的这般齐整，这是节期次日就要去九州商路抢我苍穹阁的灵脉？不是，我是想说，今日我们要归宁，回凌云宗。昨日爷爷在大典上虽然什么都没说，但那脸色，估计已经隐忍到了极限。今日这一回去，不知道还要怎么跟他老人家解释。哦，这个
这个什么？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怕？李清月，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我怕过？既然是陪夫人归宁，我自然得备上一份厚礼。归宁的事我差点忘了，不过急也不急在这一时。穆阁主，你心可真大。我爷爷那脾气，万一等会儿咱们回去，他直接拿龙头拐杖把你轰出来怎么办？他要是轰我，我就带你御剑跑，先用早膳，空着肚子可没力气挨训。这香味，穆离，你这先府请的灵膳师，厨艺未免也太好了吧？这粥底熬的简直绝了。我这里没有灵膳师。没灵膳师？那这些是谁弄的？我做的。你做的？穆离，你走火入魔了吧？你那双手不是用来签100亿极品灵石客约的吗？你居然会下厨？怎么，很难理解？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天天给你做。我不只会熬粥，还会做很多其他的灵膳，保准李长主满意。穆离，你到底是吃错了什么丹药？这个我一直认为高高在上、狂傲不羁的死对头，竟然会有如此洗手做羹炭的一面。我以前到底是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穆离？穆阁主，你别告诉我，这鲜豆浆也是你大清早现磨现煮的。穆夫人，你完全可以相信，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能把你照顾得很好。哦，我只是随口一问。吃饱了，我来收拾吧。放下。什么？李清月，你这双手是用来签100亿灵石合约拿琉璃酒禅的，这么好看的一双手，洗什么碗？这些粗活让你的夫君来。我以前还以为男修都一样呢。李掌门又在拿我跟谁比呢？我想起以前在宋明朗那儿，我为了讨好他，笨手笨脚做了2道灵膳，卖相很丑，味道也一般。然后呢？宋明朗倒是吃光了。我收拾碗筷去洗的时候，他从后面抱住我说他真幸运，能有这么一个漂亮又贤惠的道侣。漂亮贤惠？李清月，在他眼里，你洗个碗就叫贤惠了？是啊，当时我竟然还觉得很感动。记住，在我这儿，你的贤惠不值钱。我娶的是李清月，不是娶个刷碗的。宋明朗觉得我洗碗是贤惠，穆离却说我这么好看的一双手，不该干这种粗活。李清月，当着你夫君的面走神，想什么呢？没什么。别急着跑，穆夫人。穆离，穆离，归宁计划取消。我娘说，宋明朗全家上门闹事了，上赶着找死。走。你们凌云宗叫出来的女儿就是不知廉耻，节气大典当天换道侣，我看她早就跟那个野男人暗通春曲了，合起伙来坑我们明朗。不知廉耻的人是宋明朗。李清月，你还有脸回来？你们这2个小贱！你再说一个脏字试试。住口！你们当老夫是羽化了，还是当老夫不存在？在我凌云宗的地盘上撒野，谁给你们的胆子？太上长老，您别拿修为压人，这事儿明明是你们凌云宗理亏在先，换道侣这种荒唐事儿都干得出来，我还不能骂2句出出气了？理亏！节气大典重于泰山，只要元神没灭，爬也得爬着过来节气。他宋明朗倒好，大喜的日新娘子仍在洪圣仙宗去陪别的女修，现在你居然有脸说我们凌云宗，真当我凌云宗是好欺负的吗？都给我滚！李老，您这也太霸道了。本以为登门能换句赔罪，没想到你们凌云宗不仅不认错，反而……滚出去！听不懂人话吗？走！这气节不成，咱们也没必要在这受这份气。走可以，但是
原本说好给明朗和清月节气用的那座仙府必须卖了，折算的灵石必须分我们清虚门一半。分一半？宋夫人，你是不是出门忘了带脑子？那仙府是我爹娘用极品灵石全款买的，地契上写的是我李清月的名字。你儿子大典当天逃跑，你现在凭什么问我要一半灵石？凭你脸皮够厚，还是凭你家宋明朗够薄情寡义？凭什么？凭这是两宗之前的约定，你们凌云亲口答应的。只要明朗娶了清月，那仙府就是他们小两口的共有灵产。现在你们想赖账，门都没有。你这人是掉进灵石眼里出不来了吗？亲家母，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我这是维护我儿子的应得之物。应得之物？那是我的仙府，我家的灵产，为什么要给你们一半？你们宋明朗现在算我们家什么人？凭什么拿走我家的东西？我们家是说过，清月节气之后，仙府可以登记在小两口的名下，但是我们家的新姑爷不姓宋，不叫宋明朗，他叫娘，我叫木离。对，听清楚了吗？我女婿叫木离，他不叫宋明朗。你想要仙府，找你那个逃婚的儿要去。好啊，李清月，你们凌云宗真是好样的，大典还没开始就找好了下家。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给我儿子戴绿帽子！你们还敢理直气壮！我今日就把话撂这儿，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揭露出去，发到仙网灵堂上找风梅，让九州都知道你们凌云宗干的这些丑事儿，让你们名声扫地。揭露，宋夫人，你可真是会贼喊抓贼。宋明朗在大典当天为了陪别的女修，亲口要求我推迟大典。这刘影珠的证据我手里多的是。有你们这种厚颜无耻、贪得无厌的父母，也难怪能养出宋明朗这种吃里扒外的伪君子。李清月，你有种！你给我等着瞧，我非要把你这些烂事儿捅出去，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好，我现在出去拿。阁主，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站住！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宋明朗好好看看。木离，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这些关于宋明朗的精彩留影，我手里还多的是。刚才宋夫人不是说要找风梅爆料吗？尽管去，我也很期待，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出丑，谁身败名裂。木离，你给他们的是什么？宋明朗的把柄？跟我还保密吗？李掌门，九州商道大计是好奇心太重，进去吧，别让娘等急了。清月，娘以前想着宋明朗好歹是个传功长老，文质彬彬的，我还寻思反正你以后也不跟公婆同住仙府，只要你们小两口过得好就行。可现在一想，这种人家幸好我们清月没嫁过去，要是真进了门，那不是掉进魔窟了吗？娘，都过去了。今日回来的这么仓促，木离肯定跟我一样，根本没空准备归宁的贺礼吧？这下该怎么跟爷爷交代？娘，今日回来的太急了，木离那边……木离，这是什么？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还愣着干什么？过来帮忙拿一下，沉着呢。木离，这到底都是什么啊？哎呦，木离，你这孩子真是，怎么还带这么多天才地宝过来？爷爷，这是我爹娘特地嘱咐我带给您的见面礼。既然已经是自家人了，搞这些虚礼做什么？爷爷，木离他也是一番心意。其实也不是什么贵重的法宝，只是听闻爷爷您平生最是好玉，正好我家这两个老物件，家里人早就看腻了，堆在藏宝阁里也是落灰，我就厚着脸皮拿过来，想讨一下老爷子的欢心，您给长长眼。玉，你小子倒是敢开口！你拿什么玉来糊弄我这老头子？是啊，爷爷，法宝好不好，还得请您老人家亲自长长眼。这是灵力规则，晶莹剔透，触之细润如凝脂，内蕴磅礴生机，当真是绝世好玉。好玉，很高兴这块石头能入爷爷的眼。不行，我凌云宗虽然不是什么顶级仙门，但还没到收孙女婿这种重礼的地步。喂，你也太下血本了吧！这法宝我爷爷都说贵重，你赶紧收回去，别回头你爹娘找我算账。爷爷，这话您就见外了。凌云宗最珍贵的至宝清月都已经进了我苍穹阁的门了，跟他比起来，
这区区一只灵随如意又算得了什么？你这嘴倒是甜。爷爷，如果您还认可我这个孙女婿，还请务必收下这份薄礼，否则我这道心实在是不踏实。道貌岸然的，要不是我知道你平时毒舌混蛋的样子，差点就被你骗了。唉，罢了，就当是你这小辈的一番孝心了。岳父，这份是给您的，这盒子里是托人从昆仑菊木上采摘的上好悟道茶，我知道您平时最讲究这一口。悟道茶？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木离啊，你有心了。岳母，这是您的。这流云簪，阿丽，你这也太有心了！你怎么知道娘平时最喜欢收集仙界霓裳的配饰？穆阁主，你这探查消息的手段够绝啊！连我娘喜欢霓裳，我爹爱喝什么灵茶，我爷爷好哪口玉，你都摸清了。你是不是在我凌云宗布下窥天镜？李掌门，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善。既然要进凌云宗的门，这戏本子自然得背熟。在灵茶将聪子木离提补复性。阿离，行家呀，这茶汤的火候你拿捏的比我还准。现在的年轻修士很少有你这么懂茶的了。岳父过奖了。好，这局下得痛快。阿离，你这棋风稳健，有点老夫我当年的风范。娘，你眼光真好，这个剑修确实刻苦。上次我在仙盟大典见过他，背景干净，剑法也扎实。是吧？我就说这孩子靠谱。阿离，没想到你也关注这些，以后常陪娘聊聊。穆离，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会装的男修。你这伪装的本事不去幻戏堂当头牌，真是可惜了。清月，阿离是个好孩子，道心稳固又有才干，你们俩以后一定要好好双修。是啊，这气毁一次就够了，千万别再让人看了笑话。你们俩听娘的，明日一早就赶紧去天道节气司把命气结了。爷爷娘，你们放心。离离啊，明日结完气，晚上一定带清热回宗门用膳。娘明日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你最爱吃的灵膳。娘，您放心，明日结完气，我一定准时带夫人回家。离离啊，娘说认真的，明日结完气一定得回来。娘这辈子没这么相中过一个后辈，明日非得亲手给你烧几道拿手灵膳。娘，您这离离叫的也太顺口了吧？到底谁才是您亲生的？清月，怎么说话呢？阿离这孩子道心稳固又懂事，听你娘的话，明日把正事办了。刚才在山门外吓到了。我只是没想到，你这收买人心的本事比你在九州商道上的手段还高。李清月，你要是真不想立下天道誓言，可以不立。你说什么？我说，节气这事随你。岳父岳母那边，我会想个体面的理由先搪塞过去。在我这儿，你不用觉得被天道法则绑架。多谢。还好。累吗？比起昨日在大典上当众被逃婚，今日这种应付长辈的戏码，确实只能算还好。穆离，你干什么？你不觉得你刚才的动作太亲昵了吗？穆离，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咱们节气的消息都传遍九州了，难道在李掌门眼里，这种程度就算逾矩了？可我们以前是死对头，是那种抢灵脉、抢仙坊，恨不得在商道上把对方生吞活剥的死对头。怎么突然这么说？后悔拉我入局了？穆离，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这种人为什么会同意跟我结契？以你苍穹阁阁主的身份，只要你招招手，什么样的仙门圣女没有？我为什么不同意？李清月，在我眼里，你就是当道娶的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娶了你，我就等于在九州商道上少了一个强劲的死对手。这种强强联合吞并对手的好买卖，我穆离怎么可能拒绝？穆阁主果然是生意人，被死对头这么猛的一夸，怎么反而觉得道心这么乱？穆离，既然是宗门联姻，有些丑话我得说在前面。我凌云宗和你苍穹阁的灵脉，我希望不要有任何瓜葛。咱们节气后的灵产必须保持绝对分割。随你，只要李掌门觉得这天道誓言能让你道心安稳，我没意见。你答应的倒是爽快。穆阁主不打算再算计点什么？算计你那点嫁妆，李清月，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我想也是，既然我们势均力敌，灵产分割对你而言也没什么损失，甚至更省心。少宗主，大喜事！刚得到的消息，衡阳仙城那条极品灵脉的开采权，咱们拿到了。真的？确定消息属实？千真万确，灵气意向书都已经传过来了。
这不对劲。据我所知，这次参与争夺的宗门里，苍穹阁可是志在必得。谁说不是嘛？大家都说苍穹阁这回是走火入魔了。就在昨日下午，他们突然单方面宣布退出争夺，连个解释都没有。结果这泼天的富贵就直接砸到咱们头上了。突然退出，昨日下午，少宗主，您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苍穹阁那帮剑修平时眼高于顶，这回终于栽在咱们手里了。他还不知道。苍穹阁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阁主，现在成了我立下天道誓言的夫君。木离，这就是你说的灵产分割？你这哪里是取对手，你这是在割肉喂鹰啊！朱月，你确定苍穹阁是主动退出灵脉争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千真万确，少宗主，他们那边的灵气撤得干脆利落，大家都说苍穹阁这回是踢到了铁板，自知争不过咱们凌云宗。争不过？衡阳仙城那条极品灵脉，木离盯了半年，他这种性格的人会主动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少宗主，您怎么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您看起来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反而像是在担心苍穹阁。无事，这条灵脉既然拿下了，后续派内院弟子盯紧点。木离，衡阳仙城的灵脉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把它让给我们？哦，那条灵脉的灵石产出虽然高，但开采期限太紧，你们凌云宗正好有空档能接下，我就顺手撤了。这种鬼话你觉得我会信？木阁主，咱们认识7载，斗了3载。那李掌门觉得是什么理由？若是换做以前，你不但会跟我抢到底，还会动用势力断了我的灵矿供应。可今日呢？你这算什么？施舍吗？李清月，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以前你是别人的未婚妻，我当然要跟你抢，但现在你是我夫人，我为什么要跟我夫人抢东西？木离，你这种逻辑放在仙门学院是要被当成反面教材的。仙门学院教的是怎么赢过对手，没教怎么疼夫人。李掌门，你以前那门课修得太好，这门课得跟我补补。行了，别在这儿复盘伤道逻辑了，就差个灵汤了，赶紧上楼卸妆换法肤，净手准备用膳。好。今日拿了衡阳仙城的灵脉，李长母赏脸，喝点仙酿庆祝一下。我晚上一般不用灵石。那就喝酒。这仙教的灵气我替你算过了，不会影响修为。木离，我发现咱们两宗的灵善是不对，是你这厨艺，怎么专门往我胃口上撞？这4道全是我的心头好。是吗？那只能说明咱们俩的口味还挺像的。这味道比想象中还要地道。喜欢就多吃一些，李掌门，多吃肉才有力气在九州商道上跟我撇清关系，对吧？李清月，你太瘦了。木阁主这是嫌弃我了？接下来是不是还要顺便补一句，太瘦了不好孕育子嗣？生不生那是你的自由，但我木离的夫人走出去，要是让人觉得我连顿灵肉都供不起，丢的是我的脸。木离，我御剑闪了这么多次，你在屋里察觉不到灵力变动吗？为什么不喊我？我看你夫驻颜你挺入戏的，就没打扰你。不过正主在外面。什么正主？宋明朗，他怎么会在这儿？木离，这里是我爹娘买给我的私人仙府，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位置？李掌门，你还是太天真了。大典那天请了那么多门派的修士，总有1、2个拿了好处又不嫌事大的疯媒。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是阴魂不散。怎么，李掌门打算下去叙旧，还是我让执法堂弟子把他当垃圾清理掉？宋明朗这打听消息的本事，倒是比他当传功长老的水平高多了。清月，我就在木离仙府门外，我知道你在看着我，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怎么，看到他的传音，李掌门这铁石心肠也舍不得了，想出去？如果你不出来，那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清月，我求你出来，我只是想跟你谈谈，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李清月，你可想好了，踏出这道门，你跟他那点烂账，我可未必有耐心再帮你收场。
我想好了，我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不把话说绝，他这种人永远觉得还有机会在我这儿讨到便宜。我陪着你。这种清理秽物的体力活，还是你夫君我在场比较合适。走吧。随便你，你要看秽物，我不拦着。清月，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舍不得我的，对不对？清月，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私事，这个外人不能在场，让他滚开！外人？宋明朗，你的好青梅张宇，作为一个外人都能半夜陪你来堵门，我夫君身为这座仙府的男主人，为什么不能在场？夫君，李清月，你叫他什么？夫君，你们果然早就背着我安头文去了。李清月，你装什么清高？你这就是个下贱的。宋明朗，闭上你的臭嘴！你用灵力伤我，这一击是打你嘴巴不放干净。宋明朗，你以前装的道貌岸然，现在这副疯狗的样子，真让我恶心。李掌门，动用灵力累着了吗？剩下的需不需要我找执法堂弟子来代劳？最后一次了，宋明朗，收起你那副深情款款的伪装，我看着嫌脏。你跟张宇在净室里幽会的时候，心里就该有数。你怎么会知道？这你得问张宇啊。你们那些脏人演的双修流影，他可是用神识巨简全套传给了我。你以为你瞒得天衣无缝？张宇，你干了什么？你明明立下过天道誓言，绝对不会让他知道的，你为什么要毁了我？宋明朗，留着你最后那点传功长老的体面吧。从今往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木离，你费尽心机，现在终于挖到我宋明朗的墙角了。你现在抱着我的女人，心里一定很得意吧？宋明朗，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他终于挖到墙角了？木离，你说话呀！他在说什么？什么叫终于？木离，我早该防着你的，我从仙门学院结业那天起就该防着你，你这个藏得最深的疯子！木离，谁是墙角？宋明朗到底什么意思？除了穆夫人，这里还有第2个墙角吗？木离，你走火入魔了吧？你心悦我，这简直是今年9州最大的笑话。笑话吗？可能宋明朗不这么觉得。他怎么会知道？你难道还跟他表明过心意？仙门学院结业那年，宋明朗还是内门的传功师兄，他捡到过我的乾坤袋，里面藏着你的一缕神识流影。他那种人，看一眼就全明白了。那后来呢？你既然心悦我，为什么这鸡仔？后来你跟他结为道侣了，留好双修画卷那天，他特意传了一份原版流影珠给我。他告诉我，让我彻底死心。可是我们不一直是死对头吗？谁稀罕跟你当死对头？老子那是没办法。你说什么？木离，你把话说明白，什么叫没办法？没什么，李清月，你听好了，老子就是心悦你，就这么简单。哦吼，木离，你脸没红，怎么耳根子微红红的？那是灵气燥热，你离我远点。害羞啦！啧，驰骋9州商道，杀伐果断的苍渊仙尊，竟然还会害羞！哎呀，木离，你快老实交代，在仙门学院那时候，你是不是每天夜里都躲在洞府里看我的神识流影？生平最快乐的事儿啊，莫过于看到死对头红着脸在这儿装死。李清月，你再敢笑一声试试！木离，你重死了，赶紧起开！李清月，你再敢笑一声试试！老子警告你，再笑，我今晚就不睡罗汉床了，我直接上喜堂！走火入魔的疯子！
时辰还早，别在这硬撑着了，再多歇会儿。你起这么早干嘛去？给你熬灵膳，早上好了，我用玉简传音给你。卯时3刻，木离那个修炼狂，估计灵粥都快熬好了。我娘方才传音说让我们今晚回苍穹阁一同用个晚膳。穆夫人，你看你时辰上方便吗？方便。既然立了天道誓言，拜见公婆是分内之事。那行，今日我先送你去议事阁，傍晚你处理完宗门事务，我直接去接你，咱们一同过去。好，听你安排。清月，关于这块震惊的灵力承载点，快闪开！清月，你怎么样？快来人！少公主受伤了。怎么样了？伤得重不重？你怎么来得这么快？一休刚探查完灵脉。灵脉呢？伤到灵机没有？没有，只是神识震荡。一休说静养几日就好。杨嫣，我刚到一休堂不到半个时辰，木离就精准撕裂虚空赶到了。他是会大挪移术，还是会天机神算？那个可能心有灵犀。说实话，他到底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好吧，我的少宗主，其实木阁主他是我的。你的什么？他是我表哥，而且我这阵法堂堂主的位子，当初也是他极力向你爹推荐的。表妹，你走火入魔了，还是我走火入魔了？你竟然瞒着我这么多年！你别激动，灵台震荡呢，那不是因为你们俩一直是死对头吗？以前你在我面前，每次提起我表哥，都是一副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他的样子。我哪敢说啊？万一你连我一块逐出宗门怎么办？哼，那你这几载在凌云宗，到底背着我卖了多少宗门机密给他？这个我绝对立下天道誓言，我这人公私分明，宗门底蕴、灵脉争夺的事情，我一个字都没向他透露过。我可是很有阵法师操守的。这个我倒是相信。你要是真卖了凌云宗，木离也就没必要在争夺衡阳灵脉的时候故意输给我了。但是，关于我的私人喜好，你肯定没少往外传音吧？那哪能叫传音泄密啊？我爷爷好哪口玉，我爹爱喝什么灵茶，我娘爱看哪部仙界画本，这些细节木离比我自己都清楚。清月，他好歹是我亲表哥，这些年他为了与你结为道侣，那道心都快熬碎了。我作为亲表妹，该帮总得帮一把不是？很好，杨嫣，总算水落石出了。合着我这几载的一举一动，都在木离的窥天镜之下。少宗主，您大人有大量，按照一休的嘱咐，您得在这儿静养3日，观察灵台呢。这3日我保证全程护法，绝对不让我表哥再偷崔福进来，行吗？好吧，暂且原谅你了。清月，灵婷还晕不晕？今晚娘就在这儿打个盹，我不走，娘亲自为你护法才放心。哎呀，亲家母，这您就别跟我家阿离抢活了。俗说得好，谁的道侣谁照顾嘛，给阿离一个表现的机会。那也好，让阿离多陪陪清月。娘，岳母，你们先回宗门歇息吧。清月要换的寝衣、洗漱的灵泉露，还有她习惯用的那个暖玉靠枕，我全拿过来了。木离，我只是神识受了点震荡，灵脉又没断，行动方便得很。你们谁也不用留，我自己能行。李掌门，九州商道上你说了算，一休堂里听主治一休的，而一休说你需要家属全程护法。好吧，那听你的。木离，洗碗洗法衣我随你，但这贴身亵衣，这是我唯一能争取到的底线了，必须我自己施展尽尘诀。行，李掌门既然想保留最后一点尊严，我成全你。木离，你到底是伪装的太好，还是以前我真的看走眼了？苍穹阁那边出了点急事，那个跨越九州的极品灵石契约必须我亲自注入神识，我得先走。正事要紧，你快去吧，我这儿灵台已经稳固了。清月，灵台还疼不疼？要不咱们别听一休的，再多住2日观察观察。清月，听娘的，
这神识上的震荡可大可小，要不咱们再多住2天观察观察。娘怕你回仙府受累，这儿好歹有一休和药童照看着。别了，娘，您又不是不知道，住在一休堂哪有自家仙府舒服？闻着这苦涩的灵药味儿，我这灵台反而更晕了。说的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仙府小窝。哎呦，快坐好，快坐好！你这额头上还敷着冰心玉露膏呢，乱动弹什么？娘来收拾，你只管当你的甩手掌柜。那就多谢娘啦。娘，我发现您说话声音柔柔的，特别好听。您应该不是咱们中州仙域的修士吧？我确实不是啊。清月，你难道一直以为我们是中州本土的仙门？是啊，我跟木离在仙门学院同修了4载，结业后又在九州商道斗了3载。我看他在中州商界根基这么深，手段又那么硬，我一直以为苍穹阁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呢。地头蛇？那孩子要是听见你这么形容他，估计又要跟你急眼。傻孩子，我们苍穹阁的根基根本就不在中州啊！你难道从来没问过他穆家的祖脉在哪儿吗？什么？木离不是中州人？对呀，都是为了他，后来才一点点迁过来的。那他在这儿的这些灵脉产业，还有他爹娘，木离，你个骗子，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娘，您刚才说苍穹阁的根基根本不在中州，那木离这几载在九州商道上跟我争得你死我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清月啊，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亲口跟你说。什么事？您说。当初阿里去仙门学院修行，选了商道一脉，阁里所有长老都以为他只是为了结业后顺理成章接手苍穹阁的灵脉生意，可谁也没想到他在修行第2载态度极其强硬的要求他爹必须把阁里圣养系重心全部赌上中州仙域来。修行第2载？那时候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是啊，恰巧那时候他爹在中州这边有个仙友在探寻一处大型上古秘境，缺极品灵石，希望他爹能入股。为了阿离，他爹顺水推舟，就这么一点点把苍穹阁的根基从外域牵了过来。我一直以为苍穹阁是因为看中了中州的灵脉潜力，才跟我凌云宗抢生意的。于他爹而言，那是看中灵脉，但对于阿离来说，他另有缘由。缘由？我也是前2载才知道，这孩子到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女修。他说那个女修在中州，所以他必须留在这里，守在这里。新月的女修，是我吗？清月，你知道吗？就在你们原定节气大典的前1日，嫣儿那个大嘴巴哭着传信告诉我，说阿离守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马上就要与别人结为道侣了。所以他那日出现在大典现场，不是为了看我笑话，也不是为了抢灵脉，他是在等那个万一。他那日把自己关在净室里，灵力暴乱了一整眼，谁劝都不管用。清月，这傻孩子比你想象中要爱你的多。清月，你不知道，就在你们原定节气大典的前1晚，我实在不放心阿离，推门进净室去看他，结果我发的流影阵法里全是一个女修的双修节气画卷。节气画卷是我和宋明朗留影的那套？是啊，他一幅一幅的看，当时我就想，这画卷里的女修一定就是他那个心心念念的姑娘，可惜明日就要属于别人了。可谁能想到呢？第2日一大早，他突然一道神识传音给我，大喊着说：“娘，我要节气了！”然后呢？您当时什么反应？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呀，我还以为这孩子受刺激过度，彻底走火入魔了呢。我急得跳脚问他：“阿离，你跟谁节气呀？你上哪儿变出个新娘子来？”结果他在传音里告诉我，他要跟他最心悦的人节气。清月，你知道吗？他那语气里根本掩饰不住的狂喜，让我意识到这是真的。他竟然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这些。清月，我这儿子打5岁起淬体断了骨头都没哭过一声，但我必须告诉你，大典前那天晚上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亲眼看见他一边猛灌烈性仙酿，一边对着你的流影落泪。木离，那个混蛋木离竟然还为我哭过。清月，娘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因为他真的已经心悦了你，心悦了整整一个青春啊。娘，您放心，我会的。阿离，你来的正好，青叶这灵台还没全好，回凌云宗处理事务我是万万不放心的。不如这样，让青叶跟我回苍穹阁住一阵子。啊，跟娘回去住？娘，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阁里不缺天才地宝，娘成天盯着灵膳师给你炖补品。阿离忙，娘能亲自照顾你。娘，您人是挺好的，可咱俩毕竟还不太熟，我怕给您添麻烦。娘，您就别跟着瞎操心了，不用麻烦您，我夫人我自己能照顾好。
可是你阁里那么多事。行了，您快回去吧，我们两口子先走了。穆阁主，你那眼泪珠子掉下来的时候，你是先擦左边还是先擦右边？李清月，你从上仙旗起就盯着我看，看够了没？李清月，你要是吃错丹药了，你就直说。你要是灵台震荡把神识震坏了，咱们现在立刻返回一休堂洗髓，或者是剖开灵台看看。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哎呦，疼！哎呦，笑，再笑，神识都要震散了。穆阁主对一个伤火这么毒舌，真的好吗？你就不怕我再让你哭一次？李清月，你能不能收收你那眼神？我什么眼神？你用这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一直盯着你夫君看，这样就很好吗？穆阁主，别这么敏感嘛！我只是在好奇某位顶级大能那不为人知的猛男落泪史。闭嘴！老实交代，我娘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交代清楚，今日晚上就给你做极品灵膳。那要是我不老实交代呢？穆阁主打算怎么处置我这个伤患？那还是得给你做极品灵膳。那不就得了？穆离，你这辈子算是栽在我手里了。穆阁主，大半夜的，你在我榻前走雨步呢？李清月，按照原先的契约，我已经给了你3日时间自己歇息了。所以呢，期限到了，穆阁主准备收灵石了。既然是道侣，我觉得我该回朝了。要是以前，我肯定得想尽办法再拖个10天半个月。那现在呢？现在我在想，放着一个身姿挺拔、修为通天，还宠夫人宠了好几载的顶级大能不用，我是不是有点太亏了？穆离，我在想，像你这种把夫人宠上天的难修，这9州估计绝种了吧？所以呢，李掌门打算亲自见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绝种了？那就要看穆阁主的表现了。穆离，你不能像以前抢灵脉一样，一个翻身过来撞我的头哦。撞头？李清月，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以防万一，毕竟穆阁主以前抢灵脉的时候，路数可是野得很。你放心睡，我就在这守着，绝对不会碰到你灵堂一丁点。要是碰到了，我明日直接去岳父洞府前负荆请罪。夫人，好梦。少帮主，苍渊仙姿方才亲自送过来的，说您灵台没好全，第一仙坊的灵膳不干净。要是他忙，下午穆老夫人也会亲自送过来。他这是打算把凌云宗当苍穹阁的膳房了。少公主，现在全宗上下都知道苍渊仙尊是宠妻狂魔了，而且听说您跟婆婆处得像亲姐妹一样，大家都说您这是拯救了9州苍生。拯救9州苍生，他们怎么不说我拯救了仙魔2界？穆离，我发现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变得越来越懒了。懒点好，省得你总想着去9州商路上跟我拼命。那我的贴身戒衣呢？自从那天水到渠成之后，你连这种活都强行包揽了。穆阁主，你这苍穹阁阁主当的是不是太屈才了？我的地盘，我说了算。穆离，我以前一直纳闷儿，当初咱们节气的消息传得9州皆知，可这4个月，我爹娘、我爷爷，竟然谁都没催过我们去天道节气司补那道命器。你到底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我跟他们说，这辈子我认定你了，但我不想要一个被宗门压力逼出来的天道誓言。我等着你，等到哪天你李清月真的想好了，愿意跟我穆离大道同行，我们再去结那道命期。等了这么久，你不委屈？7载都等过来了，这4个月算什么？只要是你，多久我都等得起。穆离，我们去天道节气司吧。真的？清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别装了，我知道你一直把咱俩的命牌戴在仙娘上，
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走，现在就去。多谢少宗主赏赐我个名分，多谢穆夫人，为夫真的好爱你。穆离，你就不想问问我是不是因为有了子嗣，才决定给你转正的？管他呢，过程不重要，结果是我赢了。你发九州领榜了？发了，我穆离终于父凭子贵，正式节气了。你这词儿发出去，你那些死对头得笑死。他们那是嫉妒，爹娘、岳父、岳母、爷爷都看好了，我穆离有命气了，我有孩子了。